眼前这个霸道总裁不仅是个超绝恋爱脑，居然还要入赘我家养鸡场。啦啦啦！毕业实习找不到工作，我把简历发给了前男友，前男友一脸懵的发来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去你公司干2个月行不行？我的公司可不是什么猫猫狗狗都能进的。那算了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唉。然后我丢下手机去洗了个澡，回来发现手机被消息轰炸了。公司只招能干满6个月的实习生，你以为我们之前谈过就可以破格用你？还以为我会无底线的满足你的所有条件？笑死！当初要是不和我分手，别说实习证明，整个公司都是你的。怎么不说话？后悔和我分手了？我不是小气的男人，如果你想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明天8点面试，定好闹钟，别睡过头，就给你一次机会。算了，8点太早，你每天晚上追剧到12点，肯定起不来。10点半来9楼会议室。过了1分钟，看我一直没回消息，前男友急了。10点半早高峰，不好打车，我可以顺路去接你。喝奶茶吗？我带一杯，顺手。小蛋糕也可以带。我看完沉默了。10点半哪来的早高峰？还有公司总裁亲自开车接人去面试，会不会太亲民了？我打字回复，不用，我自己打车过去就好。才回我，是你求着要进我公司，能不能认真点？好的。别以为表现得这么乖，我就会跟你复合。别忘了当初可是你先狠心甩了我。我翻看了一遍我们的聊天记录，我有表达复合的意思吗？好像没有吧。唉，我无奈的笑了笑，明确的回复他。放心，我不吃回头草，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份工作。这次前男友过了很久才发来消息，最好是这样。前男友付之涵的公司是业内很有名的上市大公司，只招收顶尖学校的人才，而我只是普通一本大学的摆烂大学生。如果不是付之涵，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对于这次机会，我十分重视。第二天特意早早起来化了个妆，换了身正式一点的衣服。出来时才发现付之涵的车早已经停在楼下。分手2个月，这算是分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他穿着高定西装，那辆迈巴赫其实已经很低调，仍旧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。为了不让周围人越聚越多，我快速坐上车。不是说我自己打车去就可以了吗？付之涵没有微信上话那么多，英俊的脸面无表情。别想多了，我只是顺路。你顺不顺路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家的大别墅建在最贵最高档的地段，我这个大学说是建在郊区都不过分，从那赶来最少要2个小时。看着正在开车的男人，我欲言又止，还是没忍住问道：你喷香水了？喷了一点。头发做造型了？稍微整理。高定西装也是新的？昨天刚运来。他那比明星还要精致隆重的打扮，显得旁边的我像个小土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要去面试。别以为我是为了见你才这么精心打扮。啊，我有说过吗？好的，不管怎么样，麻烦你跑这么远来接我了。付之涵的迈巴赫太显眼，毕竟是去面试，不能太张扬。还没有见过哪个人去面试被公司总裁亲自送过去的例子。在离公司最近的一个公交站，我让他把我放下，我笑着道谢。面试我会好好表现的，你能不能提前透露下，面试官会问我什么？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冷淡地看我一眼。温月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男朋友，没有义务给你透露这些。我点点头，本来就是觉得气氛有点僵硬，开个玩笑缓和一下，还没想要真的知道什么。付之涵这个人公私分明，在商界圈子里是有名的睚眦必报、铁血手腕。对于面试，肯定秉持着公平公正的态度。能给我这个前女友一次机会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来到公司，说明来意后，有人热情地领着我上去。大公司的人文环境就是好，我心里没那么紧张了。走进会议室，巨大的落地窗前，就看见付之涵坐在办公椅上，翻阅我的简历。空荡的会议室只有我们2个人，安静的不像话。我等了很久，忍不住问道：副总，我的面试官呢？他抬起眼皮，我就是。我一个实习生，让您来面试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？以前你让我做饭、洗衣服、拖地、浇花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小题大做？我心虚的低下头。这不是一码事，以前我们是恋爱关系，现在……怎么，现在就不能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拖地、浇花了？啊，我是这个意思吗？他冷笑着看我。温月，你还是一点没变，用过了就毫不犹豫踹开。等等，面试是不是跑题了？我试图掰回话题。副总，以前的事情我很抱歉，这些不好的习惯，我后面工作时一定会改。改？我还不了解你，你改得过来吗？没有我做饭，你饭吃得香吗？没有我的8块腹肌垫着，你睡觉睡得明白吗？眼前这个霸道总裁不仅是个超绝恋爱脑，居然还要入赘我家养鸡场。啦啦啦！毕业实习找不到工作，我来前男友公司面试，没想到总裁前男友亲自出马问我送命题。没有我做饭，你饭吃得香吗？没有我的8块腹肌垫着，你睡觉睡得明白吗？
眼看面前男人越来越激动，我沉默了。好吧，既然副总对我意见这么大，我还是不打扰您了。我转身就要离开，回来。傅之涵的唇紧紧抿成一条线，面色重新沉冷下来。他掏出一份合同，拿着我的手不由分说按上去。很抱歉，你被录用了。不要以为之前我们谈过，我就会给你开后门。就算工作再累，你也得给我咬牙干，不然会有巨额违约金等着你。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坐在电脑桌前，聚精会神。3个小时了，我已经在自己的工位追了3个小时的剧，而不远处的傅之涵一直在认真办公。他工作的时候会戴上金丝眼镜，整个人显得更加斯文败类。我摘下耳机，盯着他，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面色了然，拿起手机点了几下又放下。VIP 给你冲啊，继续追吧。谁家实习生在总裁办公室追剧啊？我觉得非常不自在。我需要做点什么吗？饿了就点外卖。说实话，我很喜欢这种米虫生活，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摸鱼摆烂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我面露难色。不太好吧？傅之寒冷下脸，你话这么密，不口渴吗？我松了口气，他终于有一个正常老板该有的反应了。不料他站了起来，我去给你倒杯咖啡。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。不用不用，我拦住他，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薄荷香，还是我之前给他选的一款沐浴露的味道。他低头，眼神带着惯有的淡漠。忍不住了，随后勾唇抱住了我。虽然我们分手了，但看在你这么想的份上，抱一抱也不是不行。你哪里看出来我想抱你？我忍不住提醒他。傅之涵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他哼了一声。就因为我不能吃超级麻辣火锅，你就和我提分手，这个理由未免太可笑了。伴侣和自己口味不一样，影响感情，很难走到最后。很难走到最后。看着他意味深长的脸，我预感不妙，和傅之涵斗嘴果然是个错误的选择。下午我的工作量骤然增加，成为最后一个下班的，走在了最后。现在呢，还很难走到最后吗？可恶的傅之涵，还是这么讨厌。工作几天，舍友们在宿舍群里纷纷开始吐槽，这班是一天也不想上了。上辈子作恶多端，这辈子早起上班，谁发明的早上好啊？早上到底谁在好啊？刚上2天班，领导就说我笨，笑死！聪明可是另外的价钱。我也发了句，不想努力了，想去峨眉山当猴子。一向稳重亲和的宿舍长出来安慰我们。其实大家长期生活在高压的环境下，情绪有点小问题是正常的，一定得学会自我调节，要相信一切都会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加油！看来大家上班后精神状态都十分美丽。相比其他舍友的情况，我还是要好很多。忙的时候特别忙，闲的时候也特别闲。忙是有触发性的，我不对付之涵就能一直当一条咸鱼。只是好景不长，这天傅之涵出去开会，我在办公室摸鱼追剧，一个妖艳女人进来后，看到我大惊失色。温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打了个哈欠。在这里上班？他指着我电脑上正在播放的动画。你管这叫上班？当初是你踹了之涵哥，现在又要回来纠缠着他，要不要脸？你以为他还会原谅你吗？眼前的女人叫何娇，是傅之涵的疯狂追求者之一。之前我和傅之涵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就多次挖墙脚，得知我们分手，他也是第一个发朋友圈庆祝的人。如今在这看到我，何娇不可置信。之涵哥是我的，你都和他分手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诚实的说道。因为早10晚5，双休不加班，免费3餐下午茶。你就这么点骨气？没办法，工作不好找啊。那你滚到我家公司干，这些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，工资给你翻倍，只要你别再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之涵哥。跳槽需要赔违约金，我给你赔。好嘞，去就去。一拍即合，我立刻开始收拾工位上的东西。来这上班几天，桌子上并没有什么我的个人物品，充电宝傅之涵的，小毛毯傅之涵的，养生茶、咖啡豆、瓜子、花生小零食都是他让人送来的。真正算是我的，也就只有那个粉红色的保温杯，也是傅之涵之前给我买的。我决定带着他跳槽。快点走，之涵哥要是看到是我把你带走了，一定会发疯。好的，老板。好巧不巧，我们刚走到电梯门口，身形高大的男人正好从里面出来。刚开完会回来的傅之涵看到何娇，随后注意到他身后的我和我怀里的水杯，立刻明白什么。他沉下脸，去哪？去厕所啊。我和何娇异口同声，手拉着手，俨然像一对上学时期一起拉手上厕所的好姐妹。何娇看我一眼，眼中带着还算莫其识相的意思。可惜傅之涵那牛叉的商业头脑没办法糊弄。厕所？他要笑不笑？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。抱着水杯去厕所？我赶紧把水杯藏在身后。毕业实习找不到工作，我来前男友公司混吃混喝，没想到曾经的情敌出现，双倍工资把我挖走。好嘞，去就去。准备跳槽离开时，却撞见了总裁前男友。去哪？去厕所啊。
抱着水杯去厕所。我赶紧把水杯藏在身后，藏的时候动作太大，口袋里不合时宜的掉出2包从办公桌上顺走的饼干。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弯腰去捡，口袋里又掉出2根火腿肠和1包糖，都是从办公室顺的。哎呀，果然还是这么爱吃我买的零食。哪尼？何娇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。这是重点吗？难道重点不是他又要抛弃你走人了？诗涵哥，我不过稍加引诱，他就能拍拍屁股跳槽离开公司，连饼干火腿肠都要顺走。他就是图你的钱，这么唯利是图的女人，怎么值得你喜欢？有钱是我的优点，他看上我的钱，就是看上了我的优点。啊！你怎么还没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？当初她甩了你，你哭得跟狗一样，现在千万不能再重蹈覆辙。傅之涵额头一跳，闭嘴！明明就是你和我哥他们喝酒时说过不会复合，再复合你就是狗，除非他说100句他爱你。在旁边的助理很有眼力劲的及时捂住他的嘴。傅之涵忍无可忍，何娇，以后你再不经过我的允许私自进入我的办公室，我就告诉你哥，停了你所有的零花钱。哼！把人带走。何娇被助理拖走了，闹剧结束，只剩下我和他。我预感不妙，那我也走。只是才迈了1步，就被他抓住手腕，带回了办公室。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跟别人走，是我给你的还不够多？刚关上门，我就被他抵在门上，后背宽大温暖的手掌阻隔了冰冷的门板。跳槽被发现，我还是挺心虚的。他给的确实比你多。在他脸黑前，我又赶紧补充道：但我知道自己什么能力水平，与其在你的公司吃饭，不如去他家公司，这样大家都满意。满意？被人挖了墙角，你觉得我会满意？我诚实的说道。我就是个混子，没办法给公司创造价值。你把公司经营的这么厉害，高薪招聘的都是各个行业的人才，好歹之前恋爱一场，我也是不想让你吃亏。他笑了，笑得我后背发凉。知道我厉害，还能这么狠心甩了？他眼神阴恻恻的。温月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狗了？只养过豆豆一只狗。豆豆是我和傅之涵在一起后养的萨摩耶，一直养在他的超大别墅里。傅之涵捏起我的下巴。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豆豆，这哪个野男人蒙蔽了你的眼睛？不然你怎么会眼瞎到甩了我这个又帅又有钱，还对老婆好的绝世好男人？我很想说他自恋，但他好像确实拥有这些条件。傅之涵，分手了就没必要再谈之前的事情了。他的手缓缓松开。我当然知道分手了。哼，你以为我还会再犯贱吗？不会。好一个自问自答。你已经签了合同，必须干满日子才能离开，不然巨额违约金会让你身无分文，倒还得跟我借钱。何娇也不会帮你交违约金，她也自身难保。看着他森冷一笑，我抖了抖身体，不愧是心狠手辣的商业大佬，狠心起来，连前女友和追求者都不放过。折腾一顿，我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位，把粉色的保温杯放回去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只是我无意间看到傅之涵打开的电脑，屏保是我吃蛋糕奶油沾到鼻子上的照片，拍的还挺好看。没等我细看，电脑就被他快速的关机了。忘记换了而已。傅之涵面无表情端起旁边咖啡喝了一口，结果忘了是刚贴的热水，烫得他差点没拿稳杯子。我们一下午都没再说一句话。傅之涵真的生气了，我心中有些过意不去。为了能轻松拿到实习证明，是我主动给他发了简历。他不计前嫌收留我，我怎么能因为双倍的工资跳槽呢？唉，起码也得3倍才行。下次不能这么草率了。不过道歉还是要的，但我还没走近，他就背过身去，冷声说道：要复合？没门！我看着真的很像要复合吗？傅总，我想了想，刚才做的事确实不对，我既然来了这儿，就得踏实下来好好干。温月，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心慈手软，没来几天就要跳槽，要是其他人，我早就让他滚蛋了。你还是在这里过得太舒服了，下去沉淀吧。我的工位就这样从顶楼总裁办公室变成了5楼牛马劳动间。唉，上班第一天跳槽被发现，总裁前男友把我下放到了5楼牛马劳动间。工位对面坐了个程序员小哥哥，键盘敲得火星四溅，突然起身冲我邪魅一笑：新来的，会修 bug 吗？我啃着从顶楼顺下来的零食，不会，但我会制造 bug。小哥哥沉默3秒，突然双手合十：姐，教教我，我组长说我代码太完美，缺乏挑战性。隔壁工位的小姐姐探出头，顶着黑眼圈悠悠道：别信，上个月他给甲方演示时，把收款码贴成自己的支付宝，现在全组都在帮他填窟窿。啊，贵司人文关怀挺到位哈。正当我研究如何摸鱼摆烂时，部门经理抱着一摞文件啪的摔我桌上。温月是吧？副总交代了，让你重点成长，今天把这些报表全核对完。我盯着半人高的文件陷入沉思。经理，冒昧问下，咱们公司有速效救心丸吗？经理满头问号。我怕待会儿我猝死了，副总还得给我算旷工扣钱。
身后传来一声闷笑，一回头，傅之涵不知何时杵在一边，手里还端着杯咖啡，活像来视察贫民窟的财阀少爷。经理瞬间切换狗腿模式。副总，按您吩咐，已经给温小姐安排了充实的工作量。傅之涵慢悠悠抿了口咖啡，他最喜欢加班了。我咬牙切齿。是啊，我恨不得住在公司，连骨灰盒都想选工位造型的。需要我帮你联系殡葬公司打8折吗？毕竟前女友也算熟人家。倒也不必这么孝顺。等经理点头哈腰的离开，我一把拽住傅之涵的胳膊。你故意的吧？这堆报表明明是3天的量。他俯身逼近，薄荷香混着咖啡味扑面而来。当初是谁说要踏实好好干的？金丝眼睛后的眸子闪着恶劣的光。温同学，加油沉淀。傅之涵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合胶挖墙脚的事还在吃醋吧？空气突然凝固。吃醋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在帮社会淘汰职场混子。那你耳朵红什么？中央空调太热。对桌大哥憨厚举手。可中央空调开关在我这儿，我刚给关了。副总您冷吗？要不我给您开个86度。傅之涵嘴角抽搐。副总，撒谎前记得买通全场啊！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薯片，咬得咔嚓响。笑，继续笑，下个月临时经费全扣光。你幼不幼稚？你第一天认识我。他转身大步流星往外走，临到门口又回头。对了，今晚全员加班。哪里？凭什么？公司传统，老板心情不好就随机抽几个幸运员工一起渡劫。全办公室哀嚎声中，我的电脑突然弹出傅之涵的专属弹窗。温馨提示：您还有996份合同未录入，逾期将触发老板的微笑惩罚程序。我连忙问程序员小哥哥：这什么惩罚病毒也能入侵你电脑吗？副总开发的 AI 早就摸透了我们。卷王说到的是恭喜获得加班大礼包，咸鱼说到的是你已被锁定为重点监管对象。旁边小姐姐突然从显示器后探出头，阴森森道：上个月我偷偷追剧 ，AI 给我电脑装了自动播放大悲咒的程序，现在我一打开视频网站就想跪地敲木鱼。恭喜你触发老板的微笑惩罚程序。这男人是什么赛博阎罗王？我正打算用碎纸机给合同减轻负担，手机突然震动。来顶楼，紧急任务。不去，我合同还没录完。哦，那我现在通知保洁阿姨，你昨天往茶水间微波炉里热螺蛳粉的事。可恶的傅之涵！5分钟后，我来到顶楼总裁办公室，看着傅之涵推来一个礼盒，穿上。盒子里赫然是一套女仆装，我拎着那套黑白蕾丝女仆装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傅之涵，你这是什么恶趣味？公司今晚要接待日本客户，缺个端茶倒水的。所以让我 cos 女仆。浴室管家服务是合作方的特殊要求。他翻着文件头也不抬。时薪3000。好的，主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晚上，我端着茶盘撞开会议室大门，日本客户眼睛发亮。4过1，贵司的企业文化很有活力。傅之涵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它是新开发的 AI 机器人，还在测试表情管理功能。我立刻将成面瘫，机械的给客户倒茶，滚烫的茶水精准浇在他的裆部。哎呀，烫！我学着机器人腔调狡辩。抱歉，冷却系统故障。傅之涵在桌子底下猛掐大腿，才没有笑出声。送走捂着裤裆的客户，他把我堵在茶水间。温月，你故意的吧？我眨着卡姿兰大眼，无辜问道：机器人怎么会是故意的呢？从茶水间逃出来后，我连夜网购下单了防狼喷雾。当着老板的面，我把茶水浇在客户身上。事后我连夜在网上下单了防狼喷雾。第2天上班，工位上赫然摆着一套兔女郎装。可恶的傅之涵，到底又想干什么？我拎起衣服杀到总裁办公室。傅之涵，这又是什么新型职场霸凌？今晚德国客户要来，他们说喜欢活泼的商务氛围。时薪5000。好的，老板，耳朵要竖起来还是折下去？不就是 cos 兔女郎吗？有钱不赚是傻子。嘿嘿。当晚，我顶着毛绒兔耳在会议室卖萌，德国客户掏出手机狂拍。这就是贵司的 AI 机器人吗？表情相当逼真呢。傅之涵面不改色。我们在测试元宇宙虚拟偶像。客户兴奋地凑近我。能合影吗？我想发到网上。我僵着笑脸比耶。傅之涵突然从背后搂住我的腰。抱歉，该偶像的版权费每秒8000。客户离开后，我瘫在沙发上啃胡萝卜。下次是不是该 cos 美少女战士？傅之涵翻着报表冷笑。你比较适合 cos 垃圾桶。为什么？因为特别能撞。我抓起兔耳朵砸他。那你就是垃圾车。他一把接住兔耳，戴在自己头上。正好每天定时收你。正当我们互扔文件夹时，行政部小姐姐冲进来。副总，温月的快递。包裹里掉出防狼喷雾和电击棒。傅之涵眯起眼，解释一下。我战术性后仰。最近治安不好。防我。他忽然俯身逼近。这是员工必要的安全意识。
我攥紧电击棒，手抖成帕金森。安全意识。他嗤笑一声，拿出手机播放我上班时间溜到茶水间偷吃的画面。不是要防我吗？先防住你的年终奖吧。傅之涵，你又监视我？错了，这是老板对员工的殷切关怀。突然，傅之涵的手机响起分手快乐，他盯着来电显示皱眉。我瞄到来电人写着老妈。接啊，是不是要跟你相亲？我啃着胡萝卜幸灾乐祸。他按下免提，傅妈妈中气十足的声音炸响。明天下午3点和赵氏集团千金吃饭，穿帅点。我手里的胡萝卜掉在了地上。傅之涵突然拽过我。妈，我有女朋友了。我疯狂摆手，他却对着手机说。她害羞，叫温玉。电话那头沉默3秒，爆发出狂笑。儿子啊，你梦游呢？上个月你不还哭着说小月不要你了？妈，我开会。电话被飞速挂断，我被他难得慌乱的样子逗笑。傅之涵耳尖通红的松开我。刚才怎么了？傅总是不会说话吗？我真诚地握住他的手。需要我帮你在网上下单说话之道吗？9块9包邮。温玉，年终奖不想要了？要，我这就去帮你给赵氏千金写情书，祝你明天相亲成功。我转身想溜，却被他扣住手腕一把拽了回来。你倒是大度，当初甩我的时候怎么没这么体贴？我缩了缩脖子，那会儿不懂事，现在懂事了，懂事到连我相亲都无所谓啊。我被他圈在怀里 ，CPU 疯狂燃烧。也不是完全无所谓。比如赵小姐要是发现你睡觉打呼磨牙还抢被子，可能会退货。傅之涵气笑了。我睡觉什么呀？你不是最清楚。他缓缓松开我，严肃地说道：温月，明天下午3点。打住！我窜到3米外。你该不会想让我假扮女友吧？时薪3万可以考虑。你倒是会坐地起价。毕竟要面对赵氏集团千金、精神损失费、演技指导费、被原配扇耳光的风险费。温月，你当初甩我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戏？这叫职场危机意识。我晃了晃防狼喷雾。明天下班跟我走，工资翻倍。成交。第二天，傅之涵的迈巴赫抵达目的地，我扒着车窗死活不下车。哎呀，你确定要穿这身见阿姨？我身上穿着昨天的兔女郎装，哪有人见家长还玩 cosplay 啊？我妈就喜欢活泼的。这是活泼吗？我要加钱。可以，看你表现，表现越好，奖金越高。亲爱的，你今天真帅。我秒变脸挽住他胳膊。需要我表演徒手开天灵盖吗？你打算当着婆婆的面谋害亲夫吗？突然要见家长，虽然是假扮女友，但我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的。我现在跑路还来得及吗？违约金翻倍。傅之涵，你上辈子是周扒皮转世吧？前男友变老板，让我假扮女友去见家长。我现在跑路还来得及吗？违约金翻倍。我被傅之涵搂着进门，完全没有逃跑的机会。阿姨好。我硬着头皮坐下，发现赵小姐正用看珍稀动物的眼神盯着我。还真是小月呀。傅妈妈热泪盈眶握住我的手。阿姨早说你俩分不了，这不挺恩爱的吗？上个月之涵喝醉了，举着哑铃在健身房边哭边喊，嚷嚷着温月不要我，就像地球不要月亮，我真的要笑死。温月是宇宙第一心狠手辣的女人，她居然因为火锅辣度甩了我，她怎么不嫌我腹肌烫嘴？咦，她连零食都带走了，就是不要我了。傅之涵耳朵红的滴血。妈，点菜。小月呀，这臭小子要是敢对你不好，阿姨把他别墅拆了，给你养鸡。我偷瞄一眼傅之涵黑成锅底的脸，憋笑憋出内伤。阿姨，其实傅总对我挺好的。他是不是还让你穿奇奇怪怪的衣服？傅妈妈突然掏出手机，你看他初中女装啦啦队照片，拿去威胁他。傅之涵一把抢过手机。妈，您不是说删了吗？我伸长脖子瞄到屏幕，粉裙子双马尾的傅之涵正在抛媚眼。傅总，您现在穿女仆装肯定比我专业。温月在呢，主人。我往傅妈妈身后一躲，你眉毛抽筋的样子真帅。嘿嘿。一旁的赵小姐突然轻笑。傅总，能借用下洗手间吗？5分钟后，我在洗手台被赵小姐堵住。她摘下假发，露出一头乌黑短发。温小姐，其实我是来帮闺蜜考察相亲对象的。我盯着她的喉结，目瞪口呆。您这考察方式挺全面啊。傅之涵手机屏保是你吧？她掏出手机划出偷拍照。每次开会都偷瞄手机，笑成傻子。我闺蜜说这种恋爱脑不能要。突然，傅之涵黑着脸走了进来。李昭，你女装癖还没治好。我靠，你怎么进女厕？我进自己家餐厅的洗手间犯法。他拎起我就走。合同加注，禁止与可疑人员接触。下午，我被按在总裁办公室写检讨。傅之涵的手机不断震动，我憋着笑念出短信内容：赵小姐发消息说你是优质恋爱脑，建议纳入国家珍稀保护动物。写检讨都安分不下来。他一脸不爽地拽着我就往电梯冲，我扒着电梯门垂死挣扎。
傅之涵，你要干嘛？绑架前女友潘景莲，你知道吗？闭嘴！我带你回去看豆豆。半小时后，我蹲在别墅地毯上撸狗，傅之涵端着果盘冷笑。豆豆绝育后胖了5斤，某些人倒是瘦了。资本家吸我血，我能不瘦吗？我往嘴里狂塞草莓，除非你批我带薪撸狗价。可以。他忽然坐下，长腿交叠，条件是你搬回来。我差点被草莓噎死。副总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按解渴。他眼睛逐渐泛红。温月，微波炉热螺蛳粉我忍了，跟河椒跳槽我也忍了，连我妈都知道我分手后哭得像狗狗，你就不能给点反应？他越说越委屈。真的不跟我复合吗？我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当我3个月假女友，时薪1万；第二，跟我复合，继承我的黑卡公司和8块腹肌。哇塞！跟我复合，继承我的黑卡公司和8块腹肌。我咽了咽口水。要先验货吗？他愣住了。验什么？我戳了戳他的胸口。当然是验腹肌啊，万一分手后缩水了怎么办？傅之涵果断展示他的8块腹肌诱惑我，而艰难抵住美色诱惑的我迟疑道：“你之前不是说再复合就是狗吗？”他冷笑一声，掏出手机播放醉酒版录音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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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倒也不必这么实诚。他忽然抓住我的手，按在胸口。那天何娇说的对，我确实是个恋爱脑。掌下的心跳快得惊人。你电脑密码是我生日，屏保是我们合照，连开会笔记背面都写满我名字。我越说声音越小。傅之涵，你是不是？是。他直接打断我。从分手那天就开始盘算怎么复合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你说讨厌吃不了辣的男人。他突然端出一盆红的发黑的火锅。我练了2个月，现在能生啃魔鬼椒。哇！我盯着漂浮的死亡辣椒油，陷入沉默。这是火锅还是生化武器？爱情火锅。他夹起一片裹满辣椒的牛肉。温月，复合吗？你先放下生气。不答应我就吃了它。会死人的。那正好，做鬼也要缠着你。我吓得紧紧拽住他的胳膊。傅之涵，你清醒点，你可是上市公司总裁。上市公司总裁怎么了？还不是栽在某个小混蛋手里。唉，傅之涵，复合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3件事。说。第一，以后我追剧你递薯片。行。第二，麻辣火锅1周吃5次。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就吃。我连忙掀翻魔鬼辣火锅。不要魔鬼辣。好的，你说了算。第三，把那个见鬼的，哎呀，监控对我关了。上周我躲楼梯间偷吃螺蛳粉都被拍到了。他闷笑出声，反手将我按进怀里。成交。不过现在该轮到我收点利息了。他猛地低头吻下来，薄荷香混着未说完的话，通通融化在这个迟到2个月的吻里。从今天起，你要每天说100遍爱我。傅之涵，你幼不幼稚？ 99遍也行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